我是云飞。目前我是更新了2期关于串流的视频，解决了本地局域网的联通以及远程串流，但依然还有2个问题，一个是如何远程开机，另一个是我们的 IPv6 地址它是会变的，如何固定一个地址让我们稳定的连接呢？希望本期视频可以帮助到大家。那么点亮收藏，我们直接开始。首先我们需要搞定的是远程开机，这个其实最通用的办法是非常简单的，就是主板通电开机功能，一般现在的主板都有这个功能。我们需要准备的一个东西就是可以远程开关的一个插座，我这里选择的是米家的远程开机卡，除了可以远程开机，还可以查看这个电脑的功率。然后我们要到主板的 BIOS 里面去设置一下。好，我们注意它亮起的时候，这个是按 Delete 或者 F11。好，进去了 BIOS 里面，然后我们找到高级设置、高级电源，然后这里有一个断电开机的功能。现在这里是一个开机的一个状态，这是因为我改过的。一般的话，它是一个关机，它是这样一个状态。然后我们要把它改成开机，然后点 F10直接保存就行了。好了之后，我们可以简单实验一下通电开机的功能。OK 的话，我们需要简单设置一下开机的一个延时，先关闭我们的电源，然后这里设置延时20秒之后，再开启这个电源。这样的话，我这个电脑是一般都是可以搞定的。因为主板断电之后，并不是马上就可以来电，需要等待主板里面完全断电。这里一些需要使用远程功能的小伙伴也可以按照这套配置，这都是非常 OK 的。远程开机搞定了，那么我们现在需要来做一下域名解析，听起来有点复杂，说明白了是非常简单的。先买一个域名，得到域名账号密码，然后在串流主机上通过 DNSGO 软件为这个主机绑定购买的域名，然后这个软件就会每隔10分钟查询一下主机的 IPv6 地址，并且和域名绑定，这样我们直接在串流的地址里面填写域名就可以成功解析了。原理是非常简单啊，那么你一定是可以做到的，而且一个简单的域名也不贵，便宜的1年也就几块钱。那么我们开始今天的 DNSGO 教程，这是我们游戏串流的第3期，搞定了，这就随时随地串流啦。在谷歌搜索 DNSGO 或者直接打开 DNSGO 的仓库链接，点击 Release 查看可下载的压缩包，选择适配你电脑的版本下载。我这里需要下载的是 Windows X86 64位，然后我们点击下载。下载完成之后，解压并重命名为 DNSGO， 将文件夹复制到合适的地方。我这里复制到了 C 盘的 Program Files， 然后用管理员身份打开 CMD，CD 到刚刚 C 盘下 Programs for 文件夹的 DNSGO 子文件夹，然后查看需要执行的命令，复制并执行。注意看终端的信息提示 ，DNSGO 的服务已经成功的运行。打开浏览器，输入本机的 IP 地址加默认的端口号9876。第一次登录是不需要密码的。点击登录，进入到 DNSGO 的配置页面，可以看到有比较多的配置项，我们目前不需要做任何操作。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购买一个域名，我们这里以阿里云为例，因为我尝试了一下，我购买的那个域名的话，阿里云这边是稍微便宜一点的。然后我们注册并登录阿里云，这里我们直接使用支付宝登录即可，然后获取一下验证码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注册登录，你会需要进行实名验证，我们这里选择个人支付宝认证，然后扫码登录支付宝并完成授权。此时阿里云的实名认证完成。在左边产品列表或热门产品推荐找到域名，输入你想要注册的域名并查询，域名格式为.com/.cn/.top 等等。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多多搜索查询一下，选择一个你喜欢的而且价格合适的。我们这里选择的是.top， 因为比较便宜。点击立即购买，会提醒你选择域名持有者的信息模板，因此我们需要先创建信息模板，按照页面的流程依次选择和输入信息。创建信息模板之后，还需要对模板进行实名认证。点击查看，上传身份证并输入其他要求的信息。
其中电子邮箱需要邮箱验证。登录你的邮箱，打开邮箱，点击链接即可完成邮箱验证。所有信息都输入好之后，点击提交，等待局方审核。此时我们回到电脑详情页，刷新可以看到信息模板为注册局审核中。我们等待一段时间，你的手机上会收到通知，此时再刷新页面，此时的模板状态更新为实名成功，然后我们可以继续推进，点击立即购买，完成付款。到这一步，我们就算是拥有了一个自己的域名了。然后我们把鼠标移到右上角的头像，点击 SSK 管理，这个就是我上面提到过的账号和密码，然后创建 SSK。你需要进行安全验证，验证通过之后，把创建好的 SSK 下载并保存。然后我们回到 DNS Go 的配置页面。在这里你需要注意的是，由于我们没有在5分钟内完成初始化配置，因此我们需要重启一下 DNS Go 的服务。回到命令行，输入命令卸载 DNS Go， 然后再输入重新启动 DNS Go 的服务，然后回到配置页面，把 SSKey 的 ID、SSKey 密钥输入，不启用 IPv4， 启用 IPv6。输入你注册的域名，在域名里面你可以输入你的主域名，比如*.top， 也可以输入一下子域名，比如子域名*.top。其他信息也填写好之后，点击保存，网页提示保存成功，然后你可以等待一会儿，然后回到命令行，通过 NSLOOKUP 命令看一下域名是否能够解析为 IPv6 地址，可以看到正确解析。你也可以去阿里云 DNS 服务里面查看一下 DNS 解析记录是否添加成功。到这你就可以随时随地访问你的主机了，当然还是得在公网状态下连接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效果。好像这个我们这里我是添加了一个远程开机的一个快捷键，我们直接远程开机。然后我这个设置的延迟是20秒，所以这个时间会有点长。我们就在这边可以查看一下它有没有开机就行了。然后当前功率是0瓦。好，现在开机了。然后我们等它的功率上去。好，现在到了84瓦。到了84瓦的话，应该就是一个已经开机的状态。现在是85功率。然后我们打开我们的月光，好，直接恢复串流。我们现在是在使用移动网络连接啊。好，这就已经 OK 了，而且是 HDR 视频的一个格式啊，然后也是可以直接用触摸的。然后用移动网络的话，它这个解码的延迟会高一些，现在是80多的延迟，然后自己的一个解码，所以相对来说看起来会卡一点，这就是移动网络啊。怎么样？这样你就得到了一台随时随地为你开机、为你服务的远程主机了，可以称之为属于你自己的云电脑，是不是就特别的赞呢？这个过程一般折腾好了之后，后面就不需要再去管了。一般开机、商炫、DNS Go、皎月联都会自启动，而且用到的内存和 CPU 都非常小，可以忽略不计，还是非常棒的。基本上就可以保证，无论我们在什么环境下，都可以连接上我们的电脑。这不管是游戏还是工作，都是一份可靠的保障。我在视频的评论区会放上 DNS Go 的下载链接和项目的地址，大家有需要可以自取。咱们这个系列都是一些比较硬核的内容，流量会比较差，大家看到最后的话，那肯定是帮助到了你，支持一下呗。咱做这个也是为了这个系列给一个完整的一个教程。希望本期视频可以帮助到你了解电脑远程开机、远程串流，制作教程不易，也记得多多支持。如果有什么想要我测的产品，也欢迎评论。我晚点还会继续再出几期具体的设置以及串流设备的选择，有推荐来留言啊！我是云飞，记得点赞收藏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